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江西高安的一个农村这里啊。我们平时看影视剧啊，能够看到很多建筑，包括我们前段时间自己也去了三线工厂走一走，看了很多三线工厂。那么今天我们也是来看一个废弃的建筑啊，但是这个的建筑呢，不是属于三线工厂，是属于监狱的遗址，就是废弃的监狱。在监狱这个啊，很少能够看得到啊。我们经常是在影视剧能够看到，像监狱的遗址呢，基本是看不到。那今天在江西农村这里有个废弃的监狱，就能够看到。它这个监狱呢，叫做内州监狱，建设的比较早啊，50年代建的，也就是说也有50-60年的历史了。然后08年搬迁走了，所以这里就废弃了。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，它这个监狱呢是叫做内州监狱，又是一个农场。是我国建设比较早的监狱，建于1955年，2008年搬迁走了，所以呢，这个监狱就遗留下来，变成遗址了，荒废了。所以从08年到现在，也就大概12年、13年的时间，所以里面的建筑还比较新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这里有很多建筑，像这个地方呢，一般就是我们说的大门，然后看一下旁边就是4个角啊，相当于我们角楼一样的，那里当时是肯定有。警卫值守的，大家看过电视剧也知道，我们国家最早的监狱，古代最早的监狱是在哪里呢？是在河南安阳那个地方。这边是值班室，就值班的人员。那左边那呢，就是会见室。什么是会见室呢？就假如说家属有来探望，就在这里见的。然后这个就大门，这个高墙啊，我们说高墙大概有3米。先去这个会见室看一下吧。现在太阳有点逆光。会见室，这个大家看电视剧应该都看过了。会见室，我们往里面走一走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人员在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这个铁窗啊，这个就是铁窗，所以离现在其实时间不是很久，08年的时候，我在这个地方很难找的。它这个监狱啊，分为2块，有1监狱、2监狱，离高安市区挺远的，大概50公里。我今天找了很久，我在这个村呢周围转了1个小时，问了好多人才找到这个地方。这个是会见室啊，值班室，你看一下。大门50米以内严禁停放机动车辆。就这个地方啊，也是相当于一个大院。一个小院子，外面也铁丝网，可能说，值班的人员这边2边呢，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值班人员居住的地方，可能是。这是值班室里面的，它有那个1分监居、2分监居、3分监居，这个大家看电视应该都能看到了，上面还写了2008年11月份，总共是196人。内管值班制度，值班表。这个值班室呢，上下都居住的人，这里也是上去也有人居住在上面的，因为值班，民警也有挺多人嘛，可以看看这个高墙啊，我们说的高墙大院，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有3到4米高啊？看到没有？那边就是我们说的那个，监舍，就跟宿舍一样的，就是有人居住在里面，大家看电视剧应该都看过了。看看我们在值班室上面这里，这个地方可能是不是休息的地方？这2个地方啊，这2个地方应该都是有人值班的，因为对这些建筑我也是第一次见的，以前真没见过。所以呢，很多东西不懂，但这个墙是很高的。进去看一下，看看我们跟我们宿舍有没有区别。反正在这些地方到处都能看到这个铁门呐，这个大家都了解了。这个是2层的建筑，就有点像我们几十年前学生宿舍一样的。包括我读书的时候啊，初中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住宿舍的，但是我们是把教室
那个划了一个宿舍出来，住了几十个人那个时候。然后后面高中就是6人间。我读初中的时候是住过最那个恐怖的，就是40、50人一个房间，就是一个大的教室嘛。走进去看一下，哎，那个玻璃已经全部烂了。所以说这个房子可以看得出来，几十年前的房子窗户都不一样，全是钢筋的。像现在的房子就不是那种那个铝合金或者那些东西了。走上去看看，这楼梯，哎，连那个我们说的扶手都没有。这里很多这种标语啊，诚信为人之本。哇，这个墙很厚哎。先看看第一间吧。啊，这个还有一个柜子，应该就是放那个洗漱的东西的。洗漱就是我们说的放洗脸盆啊，放牙刷、牙膏这些。大家看一下，时间悠久了，这个树啊都长到房间里面来了。就是这棵树已经从墙上穿出来了。继续往前走，这个相当于那种集体宿舍嘛。然后这个是走廊，然后这边呢，应该是说大家集体学习的或者开会的地方啊，有什么事情给大家宣读一下，就相当于这个地方。这个大家都知道，就包括我们说有一个会议室啊，相当于是会议室，还有宣传栏。学习要有方法，要有计划，才能事半功倍。然后我们看看外面，这个外面就能看到那个墙啊，这墙是挺高的。这个是在一个山村里面，山区里面，离市区挺远的。这个是一个黑板报啊，可能就是写的什么东西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这个就是相当于是那个宿舍、公寓楼也是一样的，特别是在深圳啊，现在很多那种那个农民房啊，也是这样的，只是说没有这么多房间，也是每个房间出来就是走廊，这样一排过去，只是它一层呢，可能5、6个房间。这个我们进来看一下，这个房间可能要住，我估计要住10来个人吧，大家可能有没有？我这样猜想的，这个10个部。规范10个规范，走了这样看一下哈，基本上其实说白了，跟那个我们居住的那个宿舍啊，或者是出租屋差不多。公寓型的话也不能做饭，所以呢，就是可能也没有厨房。它这里的厨房肯定是有食堂嘛，然后洗手间、浴室就是单独的，这个跟那个几十年前的那种厂房居住的形式一样的，就我们看那些3线工厂啊，也是一样的。看电视应该看得过，集体宿舍也就是这样的。他这个地方刚才在马路上碰到一位叔叔，他说这里分为1监狱和2监狱。那么应该我觉得哈，是不是分了男女？男同志在一个监狱，女的是在一个监狱，可能是不是这样的？这里就2栋楼，这里1栋跟那栋，然后工作人员的话可能是在外面居住，里面的话就是这些人在里面，然后可能如果说平时活动的话，可能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等于像我们现在操场看那个影视剧能看到活动的话，现在去对面那个看一下，对面的房子其实也是一样的，布局是一样的，因为可能是同时建的嘛。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啊，我们刚才说那个楼是会建的。那么里面的人要见外面的家属，从哪里呢？就是从这个门进去，到里面。我们刚才看到一个那个我们说的铁窗一样的，从这里出去跟家人会见，就在这个地方。上去看一下，这个1监狱还好找一点，2监狱就更难找。这个地方大家看是什么呢？这个地方也是属于相当于刚才说的那个学习开会的地方。读报栏，你看读报栏就在这里学习嘛，有什么事情看报纸这些是杂草丛生啊。然后旁边的房间，大小是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，因为都是统一建设的嘛。然后上面的标语规范也是一样的。这个你看看，就是作息时间表。我们再这样看一下，看完我们就准备出去了，因为这个地方大小不是太大，
二监狱我找不到，只能找到这个一监狱。二监狱刚才在外面转了一圈都没找到。这里呢，应该有一个医务室啊，因为刚才在里面看到有一些药品，那个药的盒啊，就在这个房间，我们就不进去看了。所以呢，有医务室。这个地方啊，就相当于这个也是一个值班室，相当于啊，它这个进出的门呢是在外面，里面是不能的。那这些也是工作人员居住的了。工作人员居住的，工作人员肯定没有里面的那个人多嘛。里面我们刚才黑板上看到差不多有200个人，那工作人员可能就几十个人吧，可能是。去这个里面看一下，也是铁门。我感觉这个里面好像后面还有人使用过，可以看到，啊，这个可能是养了什么东西还是什么？你看看，搭起来的这个，我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用的哈。哎，难道这个地方是属于食堂吗？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大家看这个窗户，这种应该能够了解到一点吧？应该是说，我感觉啊，有点像。这个地方当时如果说摆了一些那个桌子啊，菜再放这里，大家在这里打饭，这食堂嘛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我猜呀。去这边这些看一下，好像就差不多了。我这里呢，这边应该也是宿舍，这边就是那些工作人员的宿舍，可以看到小了很多，应该说是单人间或者双人间，对不对？一般是单人间嘛，我感觉像啊。所以整体这个监狱就是这样的，很少看到啊。这个我也是第一次看到，那个只能是在以前经常电视上看到那种，老的封建社会的监狱，这种监狱的话就很少。其实相当于在里面呢，就跟宿舍类似啊。